嗱，咁匯控咧就第四季嗰個如果我哋睇2024年先啦，咁佢稅前盈利咧就係我哋叫做列帳，其實即係按會計準則計出嚟嘅利潤啦，叫做列帳啊。咁列帳準則嘅除稅前利潤咧就323億美元啦，咁升咗6.46%嘅。咁呢一個稅前盈利咧就係接近投行嘅預測嘅上限啊，咁即係話係唔錯噶嚇。咁股東淨利潤咧就229.2億美元，咁同比增長咗2.2%嚇。咁每股嘅基本盈利咧就1.25美元啦，咁增長咗8.7%嘅。咁你會見到咧匯控嗰個每股盈利嘅增速咧係高過股東利潤嘅增速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匯豐咧就呢幾年都係有回購啦。咁回購咧就會令到佢即係個發行股數咧就減少咗啦。咁變咗咧呢個其實咧係對個每股盈利，我之前都強調啦，公司咧係應該追求咧係每股盈利，首先追求盈利嘅增長啦。咁更加要追求就每股盈利嘅增長嚇，因為你每股盈利嘅增長咧，咁你每股派息先有得增長嘅嚇，咁所以回購係一個好嘅手段啦，令到呢一個每股盈利嘅增長啦，助佢一臂之力啦。咁變咗咧，可以見到啦，雖然佢股東利潤淨係增長2.2%，咁但係每股盈利咧就增長咗8.7%嘅嚇。咁匯控咧就係第四季嘅股息咧就係3號6美仙啦，咁增加咗16%嘅。咁全年派息咧就係0.87美元嘅。不過咧大家要留意咧，入邊咧係包括咗特別股息咧就0.21美元嘅。咁如果我哋唔計個特別股息咧，只係計恆常嘅派息咧，每股就係0.66美元啦，咁增長咗8.2%嘅，咁都唔錯啊！咁公司同時宣布咧就係最多20億美元嘅呢一個回購，咁呢一個20億美元咧大家留意係低過上一季度宣布嘅30億美元嘅，亦都低過市場預期大概22億美元咁呢個管理層有解釋啊，點解今次嗰個回購金額第一係少過上一次咧，上一次30億，今次20億。咁管理層解釋咧，就係因為咧2024年同2024年嘅第四季，同埋2025年嘅第一季嗰個時間啊，即係呢兩個時點之間嘅距離咧，只係有2個月啦。因為佢呢一個20億美元咧嘅回購咧，係要喺2025年第一季業績之前就要完成啦，咁因為得2個月時間，咁所以你按比例咧，佢呢今次嘅回購金額咧就係20億美元純粹係因為俾佢回購嘅時間短咗嚇，咁所以咧呢一個就解釋咗市場嘅一個覺得點解嗰個回購低過預期咁嘅憂慮啦。咁匯控嘅派息比率咧維持不變就50%。咁呢個就係2024年全年嘅情況啦。咁如果我哋睇季度嘅話咧，咁匯控2024年第四季嗰個我哋撇除啲特殊項目嘅稅前盈利咧，就係73.23億美元。咁呢個係比市場預期高咗大概9%嘅。咁呢一個超預期係個因素係來自乜嘢咧？咁嚟嚟去去都係一係收入，一係成本嘅啫。咁收入咧就比預期高咗4%，成本咧就比預期低咗2%。咁呢個咧就導致到佢嗰個業績咧係我哋講個稅前盈利就比市場預期就高咗9%嘅原因啦。嗱，咁具體啲嚟睇咧，就係佢收入超預期，主要咧係來自淨利息收入。就比市場預期高咗2%，同埋非利息收入就比市場預期高咗8%。咁之前都講過啦，銀行嘅收入主要
分兩大類啊嘛，一個咧就係淨利息收入，一個咧就係非利息收入嚇。咁匯控喺2024年嘅第四季咧，喺呢兩方面咧都係超出市場預期嘅。嗱，咁匯控2024年第四季個集團整體淨利息收入就係82億美元，而銀行業務嘅淨利息收入就係110億美元。嗱，我之前都解釋過啊，即係我喺我 Patreon 會員嘅文章都解釋過。匯控嘅淨利息收入咧係有兩個維度㗎，一個咧就係集團層面嘅淨利息收入，一個就係銀行業嘅淨利息收入。咁銀行業嘅淨利息收入咧係會高過整個集團嘅淨利息收入嘅，因為匯控佢有總部嗰邊咧，佢係會消化咗一啲嘅淨利息收入嘅，咁所以咧佢整個集團計咧係細過銀行業嗰邊嘅淨利息收入嘅。不過呢兩個數咧都比市場預期高咗2個百分點啊。咁2024年第四季匯控嘅淨息差咧，2024年第四季匯控嘅淨息差咧係比市場預期咧係高咗14個基點嘅嚇，高咗14個基點，達到 1.54%。咁市場本來預期係 1.39%， 咁啊高咗14個基點啦。咁其實呢一個 1.54% 嘅淨息差咧，係按季即係比上一季係擴闊咗8個基點嘅。咁主要咧有幾個原因啊，主要幾個原因點解匯控嗰個淨息差可以擴闊咗，即係環比擴闊咗8個基點咧？第一就係2024年第三季，咁佢係有啲一次性嘅負面因素嚇。咁2024年嘅第四季就冇呢啲因素啊。咁呢一個純粹第三季有負面因素，第四季冇咗個負面因素咧，咁呢個已經對個淨息差貢獻咗6個基點啦，即係一來一回就多咗6個基點噶啦。咁第二就亞洲地區就貢獻咗3個基點，主要係乜嘢咧？就大家知道嗰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咧就上升咗啊，咁同埋佢個存款定期化，同埋定期存款嘅成本咧，因為存款定期化穩定咗，冇進一步上升，咁啊定期存款嗰個成本咧亦都係穩定咗嚇，即係環比咧就冇進一步上升。咁咁我之前都講過啦，匯控咧佢其實又為呢一個利率咧做一個結構性嘅對沖啊，結構性嘅對沖。咁而佢咧因為做咗呢個結構性對沖之後咧，咁佢對於個利率嘅敏感度咧就會有啲改變嚇。咁而最新根據管理層透露咧，最新如果降咗100個基點啊，降咗100個基點，匯控嘅對呢個降100個基點嘅敏感度，依家係29億美元，係29億美元。咁呢個結構性對沖嘅呢一個我哋叫 notional amount 啊，名義金額咧就係5290億美元，就比上一季少咗20億美元嘅。咁啊，其中因為你做呢啲對沖咁都會到期噶嘛，咁啊2025年同埋2026年咧，分別就有950億美元嘅呢啲對沖咧，合約就會到期噶啦。咁匯控2024年第四季嘅非利息收入就有34億美元，就比市場預期係高咗大概16%嘅。咁主要係由呢一個財富管理業務推動嘅。咁手續費收入啦，同埋其他收入都增加咗27%嘅。咁另外市場都關注嗰個減值準備啦。咁以呢個2024年第四季匯控嘅減值準備啦14億美元。咁而呢一個我哋叫做減值貸款比率啦嚇，即係減值信貸損失準備佔嗰個貸款總額嘅呢一個百分比，就係57個基點。咁呢個咧係比市場高咗嘅嚇，比市場高咗27%嘅。咁其中有3億美元咧係針對兩個項目，針對兩個資產啊，一個係中國商業房地產嗰個業務啦，同埋英國
業務嘅減值。整體第三階段嘅貸款就環比下降咗0.1個百分點，去到2.4%。第三階段嘅貸款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即係一啲不良嘅貸款啦。咁而匯控喺中國房地產嗰個閉口咧，即係個 exposure 咧嘅總額咧就已經降到73億美元啦。咁其中有29億美元係評為次級或者不良嘅，並且已經計提咗12億美元嘅呢一個預期信用損失撥備啦。匯控嘅 CET1 即係普通股本一級資本充足率係14.9%。嗱，咁大家記得啦，呢個14.9% 喺國際銀行嚟講咧都算唔錯啊。咁但係之前都提過香港嘅啲銀行咧，呢個 CET1 嘅普通股本一級資本充足率咧係好高啊。中銀香港係去到20點幾啊，好似20.6啊，如果冇記錯。咁恒生咧都去到16點幾啊。咁匯控有14.9啊，因為匯控係國際銀行啦。咁通常歐美嗰邊咧，咁佢會低少少啊。咁佢有14.9，其實都唔錯。不過呢一個14.9咧係比預期低咗10個基點啊，10個基點。但係匯控咧都講佢維持呢一個 CET1 普通股本嘅一級資本充足率嗰個目標個區間咧係14至到14.5，係維持唔變嘅。咁而家有14.9，咁即係喺佢目標嘅區間係超過咗個目標區間啊，咁即係都唔錯。咁匯控咧亦都俾今年即係2025年嘅一啲指引啊，而且呢啲指引咧係比市場預期嘅好啊。咁就主要講幾點匯控2025年嘅一啲指引啦。第一就係銀行嘅淨利息收入大概係420億美元，咁呢個係高過市場預期嘅408億美元嘅。咁第二咧就係調整後嘅成本，即係唔包括啲重組費用啦。因為匯控呢幾年都進行一連串嘅重組啊，咁重組咧就有費用嘅。咁如果唔包括呢啲重組費用嘅呢個成本咧，增長大概3%。咁即係意味咧咁樣推算咧就大概331億美元啦，呢一個成本。咁係低過市場預期嘅344億美元嘅，即係話匯控嗰個成本係會好大機會會低過市場預期啊。咁預期嗰個信貸損失準備佔貸款總額，即係我哋所謂嘅減值貸款比率啦，會維持喺30至到40個基點啊。咁如果我哋計個中位數啦，係低過市場預期嘅38個基點嘅，即係話換句話嚟講，即係匯控嗰個信貸損失減值咧係有機會低過市場預期啊，即係講緊2025年。咁匯控講咧就中長期嚟睇咧，佢會預期嗰個客戶貸款啊就會按年有中單位數嘅增長，中單位數即係你可以預大概5% 啦。咁呢個亦都高過市場預期嘅大概每年3% 嘅增長啊，即係話意思即係話匯控中長期嚟睇咧，佢預計佢嘅貸款增長咧係有5% 嘅，而市場預期咧係得3%。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比市場預期好嘅一方面啦。咁匯控確認佢2025年至到2027年呢3年期間咧，每年嘅嗰個有形股本回報率啊，即係 TCE 有形嘅股本回報率可以達到15%啊，即係佢繼續維持呢個目標啊。咁而市場預期只係可以去到14%，咁即係話匯控管理層嘅預期咧係高過市場嘅預期，亦都表示如果匯控能夠做到佢嘅目標咧係15% 嘅有形股本回報率咧，咁亦都係超過市場預期嘅。咁而如果我哋根據匯控提供呢啲一連串嘅指引啦嚇，咁可以推算到咧匯控2025年即係今年啊嘅基本稅前盈利大概係330億美元嘅。咁呢個同市場目前預期307億美元咧係有機會超預期啦。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匯控2025年嘅業績係有機會超出市場
目前嘅預期啊。咁一係咧就係市場嚟緊會上調匯控2025年嘅業績預期，否則咧咁匯控今年嘅業績咧又係有機會超預期嘅喎。咁呢個係對匯控嘅股東咧係一個好嘅消息啦嚇，即係希望佢真係有機會超預期啦。咁而亦都根據匯控咁呢一連串嘅指引咧去推測咧推算咧，匯控2026年同埋2027年每股盈利咧，亦都好有機會咧係會比市場目前預期嘅高大概10個百分點嘅嚇。咁換句話嚟講咧，即係話匯控根據匯控俾嘅指引，2025年、2026年同埋2027年嘅業績係非常之大機會咧，係超出目前市場所預期嘅，除非市場即係講咧投行啦，跟住就調高佢個預期啊，即係無論如何都係對匯控股東都係好嘅方面啦。嗱，咁市場目前關注匯控嘅呢一個關注點包括咩咧？第一就係重組費用啦，因為匯控呢幾年都做重組啦嚇，精簡個架構啊，或者出售業務啊。咁而匯控咧都確認咗大概有18億美元嘅重組費用會喺2025年入帳嘅。咁剩餘嘅呢一個金額咧就會喺2026年入帳啊。咁但係去到2027年咧，咁呢啲咁嘅重組費用咧就應該就冇噶啦嚇。咁即係話入多2年帳嘅啫，2025年大部分喺2025年，仲剩餘少部分喺2026年。咁2027年就冇啦嚇。咁希望都係咁啦。咁同時因著呢啲重組咧，匯控咧就預計咧可以慳到15億美元嘅呢一個成本喎。但係大家要留意一點咧，就係佢重組嘅費用係18億美元，而重組能夠實現到嘅成本節省係15億美元喎。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佢重組費用同埋佢節省因着重組而節省嘅成本咧，其實個比例係1.2對1啊！即係意味其實個重組嘅費用咧係超過佢能夠節省嘅成本嘅嚇。咁呢個咧就係冇咁好嘅方面啦。咁而且匯控嘅呢個 CFO 啦嚇，亦都承認未來可能有啲額外嘅未量化嘅重組費用啊。咁呢個即係代表匯控喺呢一個重組費用方面咧，可能咧就會超預期啦嚇。咁呢個係比較負面方面嘅一點啦嚇。咁另外咧就係呢個係講緊2025年就話2026年同埋2027年嘅成本咧，咁匯控咧就冇俾一個比較詳細嘅指引啊，冇俾一個詳細嘅指引。咁另外咧就係不過如果我哋用一個相同嘅通脹同埋投資嘅呢一個增速去推算啊，咁佢隱含嘅呢一個調整後嘅成本大概咧就係2026年會係338億，2027年會係346億啊。雖然都係好似一年比一年多啦，但係呢兩個數咧其實都係好有機會咧係低過市場預期啊。即係意思即係話，雖然匯控嗰個成本係會增加，但係呢個增加嘅幅度咧係有機會低過市場嘅預期㗎。咁另外咧就香港雖然佢嗰個商業房地產第3階段啊，即係之前我都講過，香港嗰個銀行個資產分類咧就5級啊嘛，5級制啊嘛，即係類似大陸嘅嗰個不良率嘅分級啦。咁啊，雖然佢香港房地產呢邊第3階段嘅貸款啊係增加，但係呢一個大概推算出嚟有30至到40基點嘅呢啲信用成本咧，其實已經可以覆蓋咗呢一個增加嘅風險啦。嗱，咁整體嚟講咧，匯控嗰個業績咧係唔錯噶，同埋如果你估值方面啦，因為我寫呢個
分析文章嘅時候，匯控嘅收市價係87個1毫半港元啦。咁而計算出嚟嘅話咧，佢 P/E 就8.9倍啊，即係2024年業績計出嚟嘅 P/E 就係8.9倍。如果我哋淨係計恒常股息嘅股息率咧，就係5.9%，即係5.9厘啦。咁呢一個就唔算話太高啊。咁啊，應該其他本地銀行嘅股息率會高過匯控啦。咁但係因為佢升得多啊嘛。咁目前呢一個股價咧，用呢一個股息率去睇咧，就算係合理啦，但係就唔係話好平啦，唔係話好平，咁啊算係合理啦。咁呢個就係匯控嘅業績嘅分享啦。